小心点！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，天心，有没有人帮忙叫救护车？有没有人帮忙叫救护车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现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？医生已经做了详细的检查，表面上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话。不能说话？为什么会不能说话？我怀疑是脑部受到震荡，所以导致了外伤性失语症的情况。外伤性失语症。失语症。 学名是阿菲莎，意思就是患者失去说话的能力。导致病症的原因有2种：脑血管病变和非脑血管病变。外伤性脑伤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。可是医生说，已经帮天心做了脑部扫描，说没有问题啊。东方医学虽然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，可是我们对脑部的认知其实很少。在医学的立场上， 有很多跟脑部有关的病，到现在还找不到根治的方法，只可以用药物去抑制发作的可能性。好比我的专业是精神病科，就是如此。你在说，天心得的是精神病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以天心的情况来看呢，他的脑部肯定是受到损伤。那大概多久可以痊愈？根据我的记忆， 这种外伤性失语症也有很多复原的案例，而且天心受伤不算严重，可能只是暂时性的，很快就可以恢复说话的能力了。我已经和医生说过了，他允许我带你出院。我会安排你回到你的工作。放心，我已经跟他们沟通好了，公司的人也答应了。怎么样？会不会紧张？天心回来了，天心，你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天心回来了，大家可相信了，这么直接呢？没事吧，天心？ 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。天心这么快回来工作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啦。又可以在一起了。你能回来啊，我们这心就放下了。吃点好吃的啊！对了，啊，老板呢？啊，老板有事出去了。要是有什么重要的，你就叫我，就找我们，帮你做。一定会帮你的。哎呀，我们是好久。送你的。我拜托你，身体才刚好，不要这么努力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，厉害！这么晚了，你肚子一定很饿吧？想吃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现在去买，你等我。有人在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是谁呀？天心，天心是你吗？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你没事吧？
天心，你看我买了你最喜欢的。天心现在怎么样？他在拘留室。我刚去见你老板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伤势不算很严重，但那里的警员说，天心会被控以杀人罪的可能性很大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一定要仔细的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位就是高凯吧？你好，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高级督察，我姓安。你好，进来坐吧。我是理事会医生，高凯的表姐。请坐。那他情况怎么样？他现在在拘留室。天心是我的未婚妻，她的个性我非常了解，她不会突然做这样的事。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这一份就是当事人给我们做的口供，你们看看。我现在去买。我昨晚一直留在公司工作。当时我的未婚夫高凯刚下楼去买夜宵，我在等他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强烈的头痛，是以前前所未有过的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人从外面回到公司，而且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。我想抬起头来看清楚对方是谁，却因为太痛而做不到。终于，那个人走到了我的跟前，我也用尽了力气爬了起来。可是，我见到的却是一条面目狰狞的脸。是不是因为这个男的对天心做了什么不利的事情，所以天心袭击他了？高先生和他在同一家公司做事，他应该知道办公室安装了24小时的闭路电视，而我们的同事也看过所有影片，并没有发生李医生你所说的事情。怎么会这样？由于当事人不能说话，所以呢，我们给了他纸和笔，请他将事发经过写下来。之后呢，他就画了幅画给我们，形容当时的情境。高先生，从表面证据来看，我们是有机会起诉他伤人罪。不过，我们现在相信，你的未婚妻应该患有了精神病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，如果天心伤人罪罪名成立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送精神病院。今天在警局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能看见人的真面目之后，从我眼中所见，都是他们的本来面目。每个人。
你带我回办公室，其实我看到的是这样。你是说，公司每个同事的样子都是长这样？那表姐呢？在你眼里，表姐的真面目长什么样？那我呢？在你眼里，我的真面目又长什么样？你是现在我可以看到的唯一表里一致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下去，真的会被送到精神病院。我没有精神病。我当然知道你没有精神病。你打伤你老板，幸亏他没追究。可是万一警员起诉你，罪名成立的话，你就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去接受治疗。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被告张天心，表面证据初步成立，被控以严重伤害罪，需等候精神科医生观察并作出详细报告后，本席再作宣判。我们走吧。你们是高凯和天心吗？嗯。李医生在等你们，请跟我来。这边。
有点不习惯吧？哎呀，第一次来呢，不习惯是很正常的，很快就好了。哦，我都忘了给你们介绍我自己了，你们可以叫我静儿。我最讨厌别人啊叫我什么护士、小姐之类的，好难听啊！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和你们想象之中有什么不同啊？其实呢，这里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很平静的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们应该快到了吧？不远了，过了活动室就是李医生的办公室了。这里呢就是活动室，我们平常吃饭就在这里，还有图书、电视、游戏。你在玩什么？又在亲你的书啊？他们通常呢都是自顾自的玩，很少打扰别人的。没事的，不用在意了。转弯就到了，这边来。进来。李医生，他们到了。李医生，请坐。高凯，天心，表姐，虽然这个不是什么秘密，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关系不要太多人知道。好，以后我们都会注意。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幸运，律政司把这个案件交给我，主治医师就是我。我们都知道。不过这个案例呢，其实我有点困惑。为什么？如果在我的判断之下，天心被判为精神病患，那就要接受治疗。相反的，如果天心在这里被判是正常的，那法院就会把他当成普通人，接受法律制裁。这些我们都明白。你们谈清楚就好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天心有什么想法？他宁愿被判坐牢，也不愿被当成精神病患者。好，那我就简单的告诉你，院方会对你的安排。首先，我们让天心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，在排除外来的创伤和隐患之后，做一个精神检查，也就是对天心的脑部做一个彻底的扫描。大概要多长时间啊？这个很难说，这要看天心的进度。而且，没事，你们等一下。你在这里，我去看一下。坏人！坏人！坏人！大块头，你干嘛？还给我！快放下！还给我！放下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哎！快住手！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高凯，关门！你走开啊！你走开！谢谢姐姐。
曾经有个念医学的朋友告诉我，有些动物的迷离器的观知能力特别强，强到可以收集空气中的残留化学物质，去判别对方的性别或者是否有威胁性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六感。究竟天心是否真的拥有一种我们未知的能力？我不知道。喂，李医生啊，我怀疑你面对精神病人太久了，自己也得精神病了。院长，你不听下我的计划就下定论了吗？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咱们两个人呢都是医生，我希望你呢不要因为和病人的关系而做出一些违反专业精神的事。你放心，我跟高海、天心虽然有不同的感情在，但对于这件事情上，我是不会有任何偏私的。喂，院长，其实一开始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判定天心患的是幻觉性的精神分裂症。但经过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怀疑他身上确实有一种是医学界解释不了的现象。我呢今天早上看过视频了，也听到静儿讲过，但能证明什么呢？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证明我自己的想法。怎么证明啊？用科学的一贯做法，反复帮天心做测验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们医院不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病例吗？我想让天心去接触他们。哎呀，这可不行啊，这风险太大了，就算我加上你，都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呢。院长不是说过吗？风险和收获是相等的。如果我们真的能解释这些病人出现的现象，变成医学报告，你说会有多大的收获？耶！好吧，那我就批准你。谢院长。哎，等等，先不要谢我，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在你进行实验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监管着，而且我有权利随时叫停。一言为定。好了，没事的话，先回去吧。好。好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他们怎么老看着我笑啊？没什么呀。表姐，这次辛苦你了。不要这么说，我也不完全是为了你们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跟天心都想跟你说声谢谢。对了，天心什么时候可以接触病人？先别急，你先让我研究一下，看看天心可以接触哪些病例。不止成功率的问题，而且还有安全的考虑。你们都累了，你先送天心回房间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知道了。喂，高凯，你在哪里？在家啊。你没事吧？你忘了今天要给天心做测试吗？什么？我现在马上过来。
高先生，李副总。你终于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睡过头了。先坐下吧。我刚跟天心讲，这个病人的病历。是病人。我想了一整晚，决定让他做天心的第一个病人。因为他没有威胁性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主要因为他对生命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。对生命的看法。表姐，就是她。就是那个拿着雨伞的女孩，她叫花子。她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小学教师，有一天上自然生物课，她突然跑到学校后面的花园里，看着一些花和草。一开始只是望一下，但后来越来越频繁，甚至于后来缺课也要去花园里看一些花草。就花花草草而已吗？也不全是。花子你好，我是。我是高凯，我想跟你说。干什么？有东西送啊！白痴！喂，阿强，有东西送啊！快点来啊！是不是有东西送啊？你是蘑菇？对，我是蘑菇。
你也是蘑菇吗？蘑菇是不会讲话的。你也看得到他们吗？那就太好了。来，我们聊一聊。你是不是也发现，他们其实是有生命的？那你看不看得到，他们拥有的生命，其实比我们人类更加高级？没关系，你看不到不要紧的。但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人类是由什么元素基础构成的？是碳元素。是碳元素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科学家要找和地球相似的星球呢？是因为要找和人类相似的生物。但是这些科学家实在是太蠢了，他们认为生命的形式只有一种。其实在我们身处的周围环境，有不同的生命形式。比如好像蚂蚁，你知不知道蚂蚁是什么？应该是昆虫吧？错，蚂蚁是一种细胞，是一种生命的细胞。我将它命为松散生命。以后就是大脑，除了指挥身体其他部位之外，还要兼顾生殖的工作。而兵蚁呢，就是身体的防卫组织；而工蚁呢，就是它们的嘴巴、手脚，而且还要培养新细胞，为身体输送养分等等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好像一个好完善的生命结构呢？我再给你多做一个比喻石头也是一种生命。石头磨损掉下来之后呢，就会变成泥土和沙。我们的地球就是这样形成的，泥土里面的养分就会种出菜来，给人类和动物食用。人和动物死了，就会变成灰，又会成为泥土里的养分。你看，是不是又是一个很完整的生命系统呢？我跟甜心都不是心理专家，更不是精神病专家，从来都没想过，竟然可以从一个被外界认为是精神病人的口中，听到这样有见地的话。从花子的视角可以感觉到，他有一个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世界观。我开始怀疑，是否有很多所谓的精神病，只不过是他们的想法跟行为与我们不一样。不错呀。院长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帮天心做测试了吗？李医生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花子这个个案呢，在这儿呢一直也得不到进展，但经过你们的接触之后，可以看到一些病人他心里面的想法啊。我想问你，这个花子的个案接下来会怎么发展？我们了解花子的想法之后呢，就可以对症下药，找到更有疗效的治疗办法，就可以帮助他的病情啊。那所谓的沟通呢，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双向的联系。你现在的做法呢，充其量只是令一些本来不打算开口的人开始开口说话，但我希望你能够多做一点。
什么意思啊？你说，如果你能够利用天心的特殊能力啊，让这些病人呢接受一些我们想让他接受的讯息，假如呢病情有所好转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放手让你处理天心的事。怎么样，做不做得到？我会尽力做到你的要求。非常好。院长对花子的案例感到非常开心，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接下来的案例难度会更强。接下来的案例会是什么样的？噩梦。他叫小雨，来我们这边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。他今年20岁，出生在中产的一个家庭。自从懂事后会做梦以后，一直以来做的都是同一个梦。同一个梦，有可能吗？在我们这里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一样的梦境，跟现实生活区别很大吗？刚好相反，就因为在小雨的梦里的事物呢，跟现实太过接近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做的梦和现实的情景比较相似，渐渐的就把两边混淆在一起。怎么说呢？譬如小雨一开始会将梦里的某个人发生过的事情，以为现实中也发生过，但是慢慢的，他也分不了现实和梦境。简单的说，他在梦里梦到你打他一巴掌，他醒来以后就会怒气冲冲的找你理论。这么听起来，的确挺麻烦的。小雨渐渐长大了，在梦里遇到一个不知名的男人，一个对他有伤害性的男人。小雨在梦中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醒过来之后就开始疑神疑鬼，甚至不相信任何人。了解。那你知道，在梦里，那个男人，他对小雨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天心知道什么？在他梦境里出现的那个男人，想要夺走他的性命。他曾经牵着小雨的手，到天台上想跳下来，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刻，都总会醒过来。这就是小雨一直做的梦。这样子，一定很痛苦。所以他之后就来到这里。他是误会了她现实中的男朋友，以为他是那个梦中的神秘男子。他因为怕受到威胁，伤害了他的身体，所以法官才判他进来。我想见小雨。天心，我知道你很同情小雨的处境，所以你一定会帮助她。但是这次我有多一个请求，我希望你不光是能令她说真心话，而且可以帮助她化解心结。我尽力。好，我给你们时间好好准备。小雨的档案说，从她误伤自己的男友之后，就变得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她的家人、她的朋友，还有心理专家。所以进了医院之后，一直都拒绝说话。不过这里幸好注明，小雨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对其他人没有威胁性，所以我们跟她接触的时候应该没有关系。
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想争取和你相处的时间。我知道，我应该多争取些时间来陪你。可是你忘了表姐说过，她说，如果做到她要求的话，这个医院就可以开证明给我们，那我们就可以早点离开这里。不好意思啊，两位是高凯和天心吗？啊，是，你是？我是你们将要见的病人，小雨的父亲。请坐。哦，你就是小雨的父亲？是，李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会见小雨，所以我过来跟你们聊聊。那是没错的，可是我跟天心其实还没准备好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不是给你们压力啊，我只是想知道院方找了什么人给我女儿看病。现在见到两位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怎么说呀？可能你们还不知道，我的女儿小雨自从病了之后，一直不愿意跟别人接触，就连我这个爸爸也不愿意理。说起来，都有1年多的时间，我都没坐下来跟她好好聊过了。所以，如果你们真的可以跟她沟通的话，可不可以，你们帮我传一句话给她？传什么话？我希望你们可以跟她说，说爸爸一直在等着她回家。没问题，这个我们可以做到。真的谢谢你们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有机会再见了。啊，谢谢。好。他爸看起来也挺辛苦的。我会多争取一些时间来陪你的，嗯？表姐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我们医院特别建立的安全访谈室。对一些有暴力记录，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合适与外人接触的时候，就会把它安置在这里，做一个独立性的治疗。所以说，病人跟我们访谈的时候会被隔离开。对，中间会有一个安全玻璃，我们要确保受访者以及探访者的安全。这是给你们的耳机，一会儿你们的访谈内容都会被记录下来。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沟通了。小雨已经在里面了，等一下绿灯亮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进去了。我会一直在隔壁的监控室等你们。我先过去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会不会紧张？你们可以进去了。小雨你好，我是高凯，她是我未婚妻天心，我们是来探望你的。
你说要多一点时间。我和天心跟小雨接触以后，发现这个人真的很特别，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跟他沟通。这个我明白。当一个病人去接触陌生人的时候，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放下戒心。哦，对了，天心，还有一幅画想给小雨看。你没什么事情，回去休息吧。我送你回去。李医生，送到这里就好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天心成功的机会有多大？我也很想知道。怎么了？院长他有刁难你啊？也没有了。这是在读书的时候，一个学长送给我的。当时功课很多，我就靠他记下来。希望对你有用。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。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不要迟到。我知道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嗯。是你啊，干嘛一直跟着我？高先生，我想跟你好好聊聊。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小雨今天有没有开口说话呀？他的情况你最了解，急不来的。我明白的。其实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。你放心，我跟天心会尽全力去帮他的。有件事，我想你还不知道。其实，在小雨的档案里，有些事情是从来没有被提及的。什么事啊？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如果我将小雨的秘密告诉你，你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半句？就连李医生也不行？不行，就连你的未婚妻也不能告诉他。所以你要跟我说的，这是关于小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吧？没错。请说吧。在我阅读过的精神病人案例中，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性格和行为方式，有喜欢滔滔不绝的，有无事生非的，有沉默的，也有拐弯抹角的。其实跟大家在街上看到的众生没有太大区别。我曾经以为，两者的区别是精神病人会做出一些我们普通人不能理解的事，在判别事情上会有我们从来没有的观点。可是，我错了。在正常人的世界里，原来很多时候，其实也不太正常。
小雨因为受到梦境影响，跟现实的世界混淆了，变得不肯跟人接触。在我跟天心正想着办法的时候，小雨的爸爸出现了。没错，而且对我说，其实有一个连医院档案都没有记录的秘密，在小雨的档案中，是有些事情没有提及的，那就是小雨噩梦的源头。我想不到这个秘密竟然会如此的丑恶。小雨被侵犯过，那个时候小雨还很小，有一次放学的时候被人掳走了，虽然后来找回来了，但是他已经被那个禽兽。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在档案里找不到呢？那是因为是我刻意隐瞒了这件事。高先生，我想你可以理解，自己的女儿被人发生这样的事，我想无论谁遇到，都不想再提起，是吧？就算不再提起，小雨自己也应该记得吧？她不记得了，忘记了。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和小雨的妈妈都费尽心思想去安慰小雨受创伤的心灵。小雨她真的很乖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甚至继续去上学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她这样做，无非是不想让我们担心。直到小雨妈妈因为疾病过世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就感觉到小雨她真的完全忘记了那件事。忘记了？哎呀，是啊，她竟然主动地跟我说要回到那次被人拐走的那个公园。在过去，她无论什么情况都不愿意回去，甚至是有时候坐车经过，从远处看到，她都会低下头，装作什么都看不到的。但在那天，她竟然问我可不可以带她去那个公园玩。起初我还很怀疑，是不是她装出来的。后来我坐在一边，我仔细留意她，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笑容，我就知道，她真的是完全忘记了那件事。这么刻骨铭心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？哎呀，其实那个时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之后的几年，我都没敢放下戒心，我怕有一天她会突然想起那件事情。可能是小雨妈妈的在天之灵保佑吧。接下来，她真的没有再提起过。不过，也可能正因为这样，让她的身体出现了另一个问题。噩梦的问题。因为小雨的关系，我看了许多关于精神病的书，有许多案例，都是因为当事人遇到一些他没办法接受的事情，所以就在心里面制造了另一个性格出来安慰自己。你应该是指人格分裂症吧？不过，小雨的情况有些不同。我觉得，他就是太想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，到最后好似是成功了，但那份记忆仍然存在，所以有时候，在他梦里还会出现。梦里面那个黑衣人，其实，就是他对那个禽兽的残留记忆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知道的告诉李医生？那是因为我不想小雨再记起那件事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因为那天我见到你和你的未婚妻，天心。哦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见到你和天心的时候，我就有种预感。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有什么特别的能力，让小雨记起所有的事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小雨就要再重新接受一次，她自己拥有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生。我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。我知道了，你想我做的是帮你继续隐瞒他。高先生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
你想一想，知道真相，对小雨真的好吗？如果你愿意答应我的话，无论什么条件，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我答应你。真的？嗯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幸亏你及时出现，这样我跟天心就不用再继续查下去了。不如你把你的联络方式给我，我有什么进一步消息的话，我立刻通知你。好好。啊，是个药剂师啊！啊，是。小雨就拜托你了。放心。现实里被遗忘了的记忆，真的会变成梦境吗？喂，小雨刚才答应见我们了，快过来。OK， 我马上过来。高先生，啊，高先生，李波，什么事？我就是想问候你一下，你可好啊？我很好，不跟你说了，走了。哎，表姐，小雨终于肯跟我们见面了。静儿今天送早餐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。这是小雨进来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给我们讯息。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我会让你和天心再去一次访谈室，希望这次会顺利一点。知道真相，对小雨真的好吗？你想我做的，是帮你继续隐瞒他。我答应你。真的？嗯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没问题啊，你 OK 吗？好，我们走。怎么了？睡得不好？啊，没什么，昨晚查东西，没怎么睡。你们可以进去了。你们好。太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高凯，他是天心。对了，天心她不能说话。
昨天的那幅画是不是你画的？那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尽力帮助你。那你可以怎么帮我？进入我的梦里面，就像那部电影一样。你也喜欢看电影？总之，有关梦的电影、书，我全都看过。很可惜，在电影世界里，跟现实世界里，很多东西真的不一样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就想问，你可以怎么帮我？我有办法。我知道你，李医生。我以为你不认识我。我不说话，不代表我没有知觉。你真的可以帮我？用什么方法？催眠。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，我可以催眠，在你的梦境知道你发生什么事，遇到过什么人，帮你得到想要的答案。那我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那你会不会也保护我？不要骗我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为什么不行啊？这样小雨的病情就可以得到改善了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要明白，到目前为止，催眠术是不被主流医学界所接受的。你这根本就是迂腐啊！过去30年来，催眠的技术早就被广泛用在心理有创伤的病人身上了。院长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了。那我反问你一句啊，这个催眠技术，有没有被留在教科书上啊？在法庭上能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啊？不过你的建议呢，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就比如说如果你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呢？好，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去办。喂，自己决定的事要自己来承担啊！知道了。迂腐。表姐，我这边准备好了。天心，你一会儿把你看到的事情记录下来。小雨，你现在要专心的听我说，身体尽量放松，呼吸尽量轻，尽量细，感觉你的手和脚没有了重量，泡在水里，再浮，再沉，然后到你的腹部、胸口，一直到头部，尽量放松。等我数到3的时候，
你会进入深层睡眠状态。1、2、3。小雨，你现在看到什么了？我在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。有光吗？没有。那你四周围看看，有没有熟悉的东西？我踢到个东西。你踢到什么？是个小孩的鞋，女孩子的，但是只有一只。那另外一只呢？我看到一个小朋友，女孩子。你认识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要走近一点。妹妹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。你看到他了？就是他。小雨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往前跑，一有机会就看清楚他的样子。他没有追过来。那你去追他。我爸，你不要害怕，有什么事情我会来救你的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不要这样。小雨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数到3，你马上起来。1、2、3。小雨，停啊！